everybody， 欢迎来到吕浪猫喵 Wondering。今天是樱桃摘采的特辑第一集，想必大家都是被标题那惊人的数字给吸引进来的吧？今天呢，我就要来告诉大家，樱桃摘采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？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做这份工作呢？以及摘采的计件计酬方式是如何计算、如何赚大钱的呢？因为呢，想跟大家分享资讯实在太多了，而且我有2个国家的资讯可以透露，所以呢，这次樱桃特辑会分成2集，上下2集。第一集呢，主要会跟大家分享有关纽西兰樱桃摘采的季节啊、环境，以及樱桃摘采的计件计酬方式。第2集呢，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，像是澳洲跟纽西兰啊，在樱桃摘采这方面的比较，以及很重要的樱桃摘采的技巧。如果你想要在樱桃摘采中赚大钱的话，那记得一定要看完哦。纽西兰的樱桃大镇啊，是南岛的 Cromwell， 再往南边一点点啊，像 Alexandra 路奔那边也是有一点点，但最主要都是在 Cromwell 这里。每年啊，都会有大批的背包客前往这里，想要来采樱桃，让这个原本呢还蛮安静的小镇瞬间变得超级热闹的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在这个时期啊来这里也做跟樱桃有关的工作啊，通常都会认识到非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背包客，这也算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点。那樱桃季节啊，在每年的12月中到1月底左右，大概只有6周的时间，其实还蛮短的。通常啊，各家农场在9月、10月的时候就会开始释出你可以去申请啊、线上申请的消息。大部分呢，就是网络上填一填资料啊，他们就会通知你来，就是什么时候来上班啊，或是直接线上寄给你工作的文件。那如果你迟没有收到农场的回复呢，我是觉得啊，你是可以直接杀下去南岛，在季节快要开始之前呢，就慢慢一间一间的 walk in。通常啊，你如果人已经在那边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在摘采的时候，他们会比较愿意用你，因为如果是在线上申请的话，你可能人根本就还不在那啊。可是呢，你人已经直接过来这里了，他们就会觉得哦，那我就直接用你就好了。而大部分的人呢，也会在南下的时候顺便来一趟美丽的公路旅行。记得哦，一定要经过 Lake Tekapo 看一下美美的鲁冰花海。还有另外一个建议大家不要太晚下去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在 Cromwell 啊这个地方，通常最难找的不是工作，而是住宿。如果你是可以搭帐篷啊，或是住在车上的人，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都还蛮好找的。可是你如果是对住宿有一点小要求，必须住在美美的房间啊，或是喜欢有个人空间的话，那通常都是要用抢的，就是你要真的要早一点来，早一点卡位。那其实啊，关于各家樱桃厂的资讯啊，我有加入一个 LINE 的群组，里面是专门在讲就是纽西兰的樱桃资讯。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这个群组的话，可以来私讯我的 Instagram， 我就可以把群组的链接传给你。我去的樱桃厂啊比较特别一点，它不是只有在我们农场的樱桃，它还有去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果园摘采。那基本上呢，大部分的樱桃厂都是计件制的。那以我们农场来说啊，我们那一年的果价呢是，看你的果的好坏，有7块、9块、11块不同价钱。神奇的是，通常呢，当你的果越好，你的果价呢就会越低；当你的果越差，你的果价就会越高。也算是对我们就是摘采的人蛮好的保障啊。那计件的关系，当然哦，你采越多赚的越多嘛。重点是啊，就算你今天采慢了，你采不到最低时薪的那个金额，公司呢，因为纽西兰劳工法关系呢，还是会至少付你最低时薪的薪水，不至于让你就是领的真的很少很少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家都慢慢采就好啦，干嘛还要采那么快那么辛苦？当然不是的哦，因为啊，通常公司都会给你几天的时间，有些比较好，可能1-2个礼拜，有些听说是不管你的。但是呢，有些公司它就会给你只有几天的时间。
如果你在这几天之内啊没办法摘到超过最低时薪的标准的话，你就说拜拜，他就把你 fire 掉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想要就是这么轻松慢慢踩的话呢，还是建议不要来做樱桃啦，毕竟外面轻松工作那么多，干嘛要来樱桃厂跟我们抢果啊？那现在来说说，如果要做樱桃摘采，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你必须要不怕冷，不怕热，不怕重，不怕脏，不怕虫，重点是不怕高。为什么要不怕高呢？因为啊，在纽西兰基本上他们的樱桃树都是非常大的树，非常的高，必须要带着梯子啊去爬。那有时候啊，因为那树实在是太高了，有时候你就算站在梯子的最上面那一层，你还是够不太到樱桃的。但是呢，基本上在最上面的樱桃呢是最大的，而且是最熟的，所以通常大家都会想要尽量把最上面的樱桃全部都摘完。其实这是看个人啦，因为公司它当然不会强迫你一定要站到最上层，它其实也跟你说，就是你只要站到第2层就好，不要站到最上层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人，例如我，还是会去到最上层，因为想要采到就是最大最好的樱桃。那其实在最上面也是蛮恐怖的，如果你就是上去的地方啊，树枝还蛮茂密，周围都树枝的话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像有一点安全感，还可以扶一下树枝什么。但是有的时候是很少，可能只有几根树枝而已，那你就会觉得特别恐怖，特别的不安。而且有时候啊，最上面还有风有风的时候真的是超恐怖的。那同时啊，操控梯子啊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哦。正所谓梯子架得好，带你上天堂；梯子架不好，给你一场空啊。就是你上去了之后，发现我怎么都摸不到樱桃，怎么都摘不到樱桃这样子。那如何正确的跟精准的把梯子架到树的正中间，让你爬上梯子之后呢，可以在树的正中间，然后周围都是樱桃，跟有2棵树在隔壁的时候啊，你要怎么架梯子让你上去的时候，同时可以采到2边的果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，真的蛮常会发生，就是你觉得好像不错，但你走上去之后发现你够不太到樱桃的情况，这种时候啊，就是非常的浪费时间。那通常我们摘采的时候啊，会背着一个背带。我们公司的背带啊，前面是一个小框框的，就是你可以把筒子给卡进去，摘完之后你就直接把筒子拿出来就好了。也有一些公司是用扣子，就2边扣子把筒子扣起来，然后之后你摘完就把扣子拿掉，然后再换个新的，都差不多的。然后通常这个筒子啊，是大部分的地方都是5公斤重，但是我听过有一间啊，它居然换成了6公斤重的筒子，而且呢，它的价钱跟其他厂都差不多，大家也要小心，不要被坑哦。那因为我们这些农场啊，都会去到很多不同的果园，大部分的时间呢，果都是蛮好的啦。而且我们公司啊，它就算是很好的果啊，有时候还是会直接给你9块钱，而不是只给7块钱一桶的价钱。可是有时候还是会遇到那种，就算公司直接发给我们13块，还是会觉得非常不够的超烂果园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啊，有一间果园超猛，大家每个小组都抢着要去。它那间果园啊，他们的树啊他们都种的就是比较矮一点，没有到非常的高，而且他们的剪枝都剪得很好。他们的果呢，都会长在类似就是同一个区块，等于你梯子加上去之后啊，你是不需要一直移动，你就可以采到全部的果的。而且他们专出超过3.5公分的超大樱桃，就连那种平常啊只摘得到30几桶的人，去那边哇，一下子就可以摘50几桶一天呢，超级夸张。可是呢，那时候我们的小组超衰，我们只有去1天而已。而且是那个场的最后一天，那一天呢，我们大概只工作了6个小时，我还是呢采到了我那个季节的最高纪录64桶，等于我1个小时才超过10桶那这样是1个小时超过70牛，很高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最低时薪好像还不到20块吧，对，那我那天啊，一天就1个小时就赚了70块。等于是最低时薪的3倍多，只可惜我们只有去1天而已，超可惜的。
那说了这么多啊，还是要报一下我当年的成绩的。刚刚我跟你说啊，我最高纪录啊是1个小时超过70扭。那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啊，一天8个小时，我大概都可以踩大概至少40到50桶。所以呢，这样算下来的话呢，一个礼拜啊，我们工作6天，大概就是税前1700、1800。那个时候啊，纽币换台币的汇率还是大概1:20左右。所以呢，等于我那时候一周就可以赚大概35000的台币，一周哦。而且啊，我这次回去看了一下我的薪资单，我发现我居然有一周赚到税前2400纽诶，这样算下来是台币接近5万块哦，一周诶就将近5万块，是不是很夸张？而且啊，现在所有数字还不包括季节结束奖金的哦。季节结束奖金呢，就是公司为了想要让摘采的人啊，会顺利的待到公司结束樱桃的季节，就是不要跳槽去其他公司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在你来的时候就会开了一个条件，就说如果啊你可以在这个樱桃厂待到你的季节结束的话，他就会给你，通常是算一桶一桶的，就是这个季节你摘到的所有的桶数啊，然后他会再乘以一个金额，就发给你，这样也就是一个奖金。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是一桶0.75块，我有听到其他公司好像是一桶1块吧。所以呢，我这样子在季节结束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也领到了将近1000块的奖金哦，1000纽的奖金，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吧。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刚刚说的那些数字都是税前的原因，因为纽西兰啊，它这里的预扣税的制度啊，是你那一周啊，你如果赚的越多的话呢，就是超过一个区间，它就会收你越多的税。但是呢，等你年底报税的时候啊，它又会再退税给你。所以呢，等于我那个时候啊，在做樱桃的时候啊，其实我每周被课的税是蛮重的，都蛮多的，比一般人都还要高。可是呢，在年底的时候啊，政府又会退我税，又会退很多税给我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跟大家讲税前金额，因为讲税后的话是不太准的，这样子。那看到这边呢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樱桃感觉很好赚呢？也想要来采采看？其实呢，樱桃摘采还蛮多不同的妹妹嘎嘎的。除了刚刚说的，就是要够快啊，要架梯子啊。有时候啊，像比如说在季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还必须要就是挑果，就是你要挑果的颜色，你不可以就是太白啊、太红啊，一定要颜色很深的。而且啊，通常呢，那个大小也都有限制，就是太小的果你不能采，这其实蛮好的啊。但是呢，你就是要会看，有时候如果他说小于这个大小的果不能采啊，可是你采了的话，就会被盯上。而且呢，我们刚刚都没有说到一个摘采很重要的技巧呢，就是分梗。因为樱桃有时候你摘下来的时候啊，它会有2个梗这样一起，就是2颗樱桃2个梗一起，所以你必须要把樱桃给分开，变成一颗一颗的。那这个分梗的技巧啊跟手法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。我呢会在下一支影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的技巧跟我的手法的。那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，是我刚刚说的成绩啊，像那种一天至少40-50桶啊，3-4万台币啊什么的。其实呢，我在我们公司大概应该少说有100多个人吧，100多个人的采者里面啊，其实我是算得上前4名的，前4名哦。所以可以真的采到这个金额赚到这个钱的人不算多，真的。大部分的人呢，其实都还是采大概一天20-30桶。采一天20-30桶的人就是很多啊，就大部分人来了1-2个礼拜之后呢，大概平均每天30几桶啊，就算很 OK 的。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到我的那个程度啊，40-50桶的话，是真的需要很拼的。而且你必须要不断精进你的摘采技巧啊，而且你就不可以有太多的休息什么的，你要一直赶快这个采完去下一个，这个采完去下一个。对，就是你要真的赚大钱的话，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轻松，那么的容易，真的要够拼才可以。所以呢，刚刚有说我会在下一支影片呢告诉大家我的摘采技巧啊跟手法，还会跟大家说一下呢纽西兰跟澳洲啊在樱桃摘采方面的小小比较，
以及当然也是要炫耀一下我在澳洲摘采的成绩的。那下一支影片呢，我会在下礼拜天的晚上发布。所以呢，对刚刚说的内容有兴趣的人啊，记得下礼拜天晚上要来我的频道看看哦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对纽西兰、澳洲打工度假、樱桃摘采、农场工作有兴趣的朋友。还有刚刚影片里面说到啊，有一个纽西兰樱桃摘采的LINE群组。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呢，记得来私讯我的 Instagram， 那我会再给你连接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天见，ciao。